356米，全世界最高建筑物外行走。没错，今天我就要带大家来挑战 Edge Walk at the CN Tower， 快来和我一起出发吧！吃好喝好，长生不老。Hello， 大家好，我是地包杜比，我要去 CN Tower 啦。作为多伦多地标性景点，每年会吸引超过200万人次参观。它边上是瑞普利水族馆，还挺大的，里面包含了超过13500种海洋生物。Rogers Center 也在隔壁。CN Tower 对面是多伦多铁路博物馆，分内外2部分，外面可以看到几辆不同时期的火车，还可以登上去免费参观。内部则需要买门票，里面会有更细节的展品和介绍。这家 Rec Room 是间电玩城，不过里面的游戏机不是很多。这辆红黄相间的车是卖 Beaver Tails 的，是一种造型类似海狸尾巴的油炸甜点，好像还是加拿大特产来着，不过对我来说太甜了。CN Tower 可以网络购票，也可以当场买票。真的好高啊！现在开始有点害怕了。入口需要安检。团队票可以在这里购买。进门之后还有服务台可以买票。来找找 Edge Walk 的指示牌，在这里。7拐8弯，还要穿过 Gift Shop， 终于来到了 Edge Walk 的大本营。这里就是一会儿要换装备的地方。我现在的心情既紧张又激动。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全世界最高建筑物外行走项目，每天从早上10点到晚上5点半，每隔半小时出发，一共16个团，每团不超过6人。第一次玩这种要签生死状的项目，看完条款更害怕了。出于安全原因，自己什么都不能带上去。指导员会帮忙拍摄，这个是收费标准。不过购买的门票里已经包含了2张打印的照片及一段视频。感觉大家都好勇敢啊，看照片都有点抖花花了。到了时间，我们就被带去换装备，还有个储物柜放私人物品，密码是可以自己设置的。防护服也有各种尺寸。给大家看看上来后的第一视角。开始腿是有点抖的，不过适应了之后真的很享受这种没有任何遮挡，将多伦多风景尽收眼底的感觉。指导员还会教你摆出各种造型来拍照，就跟前面看到的那些照片一样。结束后下来，刚好碰到 CN Tower 工人工会在组织罢工。感觉加拿大有工会的地方总是在罢工，一会儿 Canada Post， 一会儿皮尔逊机场，一会儿 CN Tower。 这个点 Beaver Tails 已经开门了。这云好可爱呀，天空中就它一朵在那里，像棉花糖一样。本来打算去吃咪咕的，走到一半看到了 Kington， 突然就想吃日式拉面了。他家有套餐，札幌啤酒在打折，还推出了时令冷面，各种期间限定饮料和甜点，一个拉面花头还挺多的嘛，以及小吃和米饭。店里几乎都坐满了，被安排在了吧台，刚好可以看到店员备餐出餐。冷面加$4可以加购1份饺子和1杯汽水，于是要了 Ginger Ale，
还好要了汽水，他家 tap water 简直难以入口。又等了有一会儿，饺子和炸鸡一起来了。饺子非常难吃，一吃就是速冻的，感觉也不是很新鲜，皮子又硬又粘牙，肉馅也是稀稀拉拉的，大家可千万要避雷呀。炸鸡很大块，虽然一份只有3块，但是每一块都是结结实实的肉，裹粉不厚，淋上一点酸酸的柠檬汁，又香又不腻。不过如果能配个蘸酱就更好了。牛肉饭油润润的，因为是铺了牛肉淋上蛋黄酱之后再炙烤的，牛肉和米饭上都有股烟熏的香味，还有淡淡的奶香，红姜丝很解腻。我喜欢把牛肉、葱花和海苔碎拌匀了再吃，这样就能吃到所有食材叠加的复合味型。平日中午好多上班族来这里用餐呀，我点的冷蘸面来啦，这碗18刀，里面有2块烟熏过的叉烧和一个腌制过的溏心蛋，搭配白萝卜泥、芥末和葱花。酱汁是店家自己调配的，面条可以选粗细，我选了粗面，面条裹满了芝麻和麻油，麻油的香气超级浓郁。蘸面的酱汁是很清爽的咸咸甜甜，面条非常筋道，加入萝卜泥和葱花之后，瞬间将夏日的热气一扫而空，清凉解暑。也可以稍微加点芥末吃，说不上来，但是感觉味道更神奇了。吃饱喝足后，我们就来到了湖边消消食。我好喜欢夏天的多伦多啊，哪怕热的时候也比较干爽。湖边停泊着几艘观光船，这艘帆船的造型好复古啊，还有这艘也是。船上有个酒吧，仿佛登上去自己就能化身加勒比海盗了。如果坐在这些船上欣赏日落，肯定超有感觉的。对面就是湖心岛，上面有个小小的机场，主要提供加拿大境内及往返美国的服务。看着湖面上的船，我又想去坐游轮了。去年皇家加勒比的游轮坐得意犹未尽啊！今天天气超好，云都很立体，像油画一样。休息了一会儿，准备回去 CN Tower。这里就是 Rogers Center。因为 Edgewalk 200多的票价里，包含了一张可以到达 CN Tower 最高处的门票，3天之内有效。本来在考虑要不要后天再来的，后来想说算了，来都来了，一次用完吧。工会的罢工活动愈演愈烈，不过大家都非常理性且克制，完全不会打扰到游客。警察和安保都来了。其实工会罢工是这样子的，你只有去到了现场才有工资收，如果真的罢工在家就没有工资了。所以大部分的员工肯定是愿意来现场为工会助威的，毕竟也没什么损失，成功了就涨工资了。又要过一遍安检啦。CN Tower 本身的票价是47刀，小孩和65岁以上的长者有优惠。才知道 Edgewalk 附带的票是 Priority 的，除了可以去 The Top， 还可以走特殊通道，不用排队。楼下就是刚刚 Edgewalk 经过的 Gift Shop。我上一次来 CN Tower 好像还是好多年前去360旋转餐厅吃饭，味道是真不怎么样，不过如果预约到了窗口位，光是风景就值回餐费啦。
此外，用餐的顾客还能免费参观 CN Tower 最主要的那2层，也算是一举两得吧。电梯以22公里每小时的时速，仅用58秒就把我们送到了离地面346米的主观光层。一下子上到这么高，耳朵有点闷闷的。天空的云朵一朵朵簇拥着，而我们也仿佛一伸手就能摸到它们。这就是位于湖心岛的 Billy Bishop Toronto City Airport， 它免费提供来回机场和 Union Station 的穿梭巴士。湖里是各种穿梭于湖心岛和市中心的船，有快艇、渡轮和水上的士。观光层除了餐厅，其他地方的座位不多。这个角度可以看到我的母校多伦多大学。今天的能见度很高，所以能看得好远好远。这个是往西的角度，远处是 Etobicoke 和 Mississauga， 往东则是通往士嘉堡，还能看到正在运行的 GO Train。 这个角度竟然囊括了多伦多前10的所有高楼，由远到近分别是第6名的 One Bloor， 第4名的 Aura， 第1名的 First Canadian Place， 第2名的 The St. Regis Toronto， 第3名的 Scotia Plaza， 第9名的 Commerce Court West， 第5名的 TD Canada Trust Tower， 第10名的 TD Terrace， 以及分别排第7和第8名的 CIBC Square 2 and 1。 最右边这栋 Sky Tower at Pinnacle One Yonge， 明年完工后则会成为加拿大最高 building。 在这么高的地方还有一个时间胶囊诶，是在1976年10月1日 CN Tower 的正式落成典礼上，由土豆他爹时任加拿大总理的皮埃尔·特鲁多封印的。这个时间胶囊将于100年之后，也就是2076年被打开。时间胶囊旁边竟然有个屏幕在直播 Edgewalk 的情况，所以刚刚我也是这么被人围观的吗？主观光层楼下还有个较小的观光层，这块透明玻璃地板可以穿透下一层，直接看到地面上的水族馆。人太多了，我们决定上到比主观光层再高33层，离地面447米的 The Top。 据说视野非常好的情况下，可以在 The Top 眺望到160公里以外的地方，比如尼亚加拉大瀑布和纽约，是西半球最高的观景台。这里的防护措施就做得非常足了。直接往下看就看到了正在参与 Edgewalk 的人，现在正在进行单人拍照环节。就这样摆出不同的姿势，大概每人拍5张照片，花25刀是可以把电子底片都带走的。防护措施足，多少有点影响观感，而且窗户还挺脏的，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可见度呢。带大家来绕一圈，这里观光台比较小，所以人多的话会有点拥挤。如果只去主观光层和楼下的较小的观光层，门票当天买是47刀，提前1天买就是45刀， Priority 票是75刀。如果还需要上到 The Top， 则需要额外加12刀。我今天早上去的 Edgewalk 票价是199，所有的票价都要再打税的。今天可能湿度稍微有点高，水汽朦胧的，没有找到大瀑布。还看到了直升飞机，刚刚有架直升飞机离我们超级近，可惜来不及拿出手机拍，这大概是我离直升机最近的一次吧。
这个摆锤是供人们观察塔随风摇晃程度的。这座 CN Tower 还能够抵抗8.5级地震，看来今天的风还挺小的。又下到了主观光层，然后继续步行下到楼下较小的观光层。你可以抓住杆杆趴在这儿看风景，果然离地面更近了，趴着看还挺刺激的。又来到了这块透明地板，这下更直观地看到了地面。又看了会儿安大略湖，放了个空，就坐电梯下去啦。感觉 CN Tower 作为多伦多的地标，还是挺值得来打卡一次的。除了风景，还能了解历史、人文和建筑，然后再参加 Edge Walk 来挑战一下自己。挑战完成后，还会收到一张印有当天日期的证书，还真是非常充实的一天呢。好啦，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谢谢观看。如果喜欢我的影片，欢迎关注、点赞加留言，非常感谢你的支持。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啦！